前辈过奖了。楚风虽然笑着，但却将怀中的花花推开。楚风虽并非来者不拒之人，但也并非一定就要与女子保持距离，不沾美色之人。楚风是一个正常人，看到美好的事物，他也喜欢欣赏；看到美女，他也会多看几眼，认真打量。而花花很美，绝对是美女级别，但是楚风对她真的半点非分之想都没有，是发自内心尊重她，将其当作前辈的。这自然也是因为花花与夏星辰曾是与自己母亲同代之人，所以抱抱不是不行，可是亲亲，楚风接受不了。楚风的动作很有风度，他没有说什么，动作也很轻柔，花花自然不会生气，漂亮的脸蛋上笑容依旧，但内心不免有些失落。他又不傻，自然明白楚风的意思，但这是他第一次对一个男子做如此亲密的举动，还是他主动的，这个结果自然并非他所愿。倒是夏星辰轻咳两声，现在可不是闲聊的时候，不能小瞧了苍穹仙宗。在夏星辰提醒下，楚风三人继续前行。楚风与花花的配合很快也是将苍穹仙宗布下的阵法破除，顺利潜入浩瀚的地底世界，随之映入眼帘。这里的景色很美，但楚风三人皆是无心观赏美景，因为与美景一同映入眼帘的还有浩瀚人海，数量之多足有亿万。不，那不是人，那是妖。他们个个身高10米有余，虽然站立五官也近人，但他们的形体并非人。他们没有穿着任何服饰，因为他们无需穿着服饰。他们身体自带黑色的铠甲，铠甲就是他们肌肤的一部分。高大的身躯，霸气的铠甲，凶悍的目光，这个族群看起来很不好惹，但他们显然虚有其表，因为在他们那霸气的外表下，却没有强大的修为。亿万身影之中，所有人的修为都没有遮掩，最强的也不过是真神初期，但数量极少，不超过1000人。甚至这亿万族人之中，大部分的修为还停留在5尊以下，并且他们看起来很疲惫，全部趴在地上。这个远古种族看着凶悍，没想到如此不中用，也难怪会被苍穹仙宗奴役。花花说道。经过夏星辰讲述，他与楚风皆已经知晓，这个远古种族之所以还活着，是因为他们能够帮忙淬炼此地的修炼资源。苍穹仙宗有人性了，居然让他们歇着了。夏星辰叹道：平日里都不让歇着吗？花花问。当然不许了。夏星辰道。难怪看着如此疲惫。花花道。至于楚风，他打量了一眼这些远古种族后，便将目光投向了这个族群聚集的中心。在那里有着一座由石头堆砌而成，高度便达数万米的巨型建筑。这巨型建筑上面布满了结界符咒，光芒闪烁，壮观且神秘。那里面就是修炼资源所在的地方了吧？楚风问。对。夏星辰点头。旋即道：楚风，你在这等我们，不要乱走。旋即看向花花。花花，你随我来一下。前辈，你们去啊？楚风问。去打探一下情况。放心，不会有事，你就先观察一下这里。话罢，夏星辰便带着花花离开。楚风并未跟随，而是认真观察起那座建筑。很快，楚风便察觉到了不对。过了没多久，夏星辰便与花花赶回。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先听哪个？夏星辰问。好消息。楚风道。好消息是苍穹仙宗的守卫大不如从前，如今的守卫人数不及曾经的1%，可能与最近浩瀚修武界不太平有关，把强者都调走了。夏星辰道。确实是好消息。那坏消息呢？楚风问。坏消息是负责镇守此处的还有一位苍穹仙宗的顶尖强者秦汉武。夏星辰道。什么来头？楚风问。你不知道秦汉武？夏星辰意外。没听过。楚风摇了摇头。见状，花花抢着说道。苍穹仙宗10方仙尊之一，而10方仙尊乃是苍穹仙宗仅次于苍穹仙宗宗主的强大存在。原来如此，那这个秦汉武是何修为？前辈可知晓？楚风对夏星辰问。8品真神。夏星辰道。8品真神。可听到夏星辰话后，花花却面色转喜。那何必如此惧怕？我的血脉已经觉醒，现在战力也是堪比8品真神。星辰姐姐，你虽是5品真神，但你不是能够提升3品修为？咱们2个联手，难道还收拾不了他吗？花花道。前辈已是5品真神了。楚风看向夏星辰，虽然这些日子一直与夏星辰待在一起，但他并没有直接展露修为。倘若花花说的属实，那么夏星辰现在的实力可比之前进步了太多。怎么就允许你们小辈突飞猛进，不许我们成长了？夏星辰撅着嘴巴道。虽然楚风口口声声称其前辈，但他在楚风面前却并没有前辈的样子，反而有些俏皮。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惊叹前辈的天赋。苍穹仙宗真是瞎了狗眼，对前辈这种天才竟藏着掖着，闹成今日这般田地。他们若是全力培养前辈，依我看，苍穹仙宗的最强者都未必是苍穹仙宗宗主了。楚风道。这话虽有拍马屁之嫌，但我认可。夏星辰小胳膊环抱于胸前，对于自己的天赋，他倒是相当自信。但很快却又看向花花。不过花花，咱们2个能抗衡8品真神不假，但据我所知，秦汉武也是能够提升1品战力的，也就是说，他的真实战力也是达到了真神巅峰。那我们确实对付不了他。花花终于知道为何夏星辰如此担心了。其实他什么实力与咱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因为咱们不会与他交手。楚风说道。你有万全之策。楚风，不愧是你啊。花花与夏星辰同时看向楚风。
这两位名扬修武界的老辈天才看着楚风这位后辈，竟是满眼的崇拜。可面对这两位前辈如此目光，楚风却是摇了摇头，没有万全之策，而是经过我的观察，此地的修炼资源已经全部被搬空了，所以这些远古种族才并没有开工。我想这也是苍穹仙宗的守卫撤走那么多的原因。楚风说道：啊，空了，怪不得啊。听闻此话，夏星辰与花花皆是面露沮丧，可楚风却猛然将目光投向下方，他感受到了一道目光正在凝视着自己，顺势观望，他在远古种族中找到了一个小男孩，虽然他的身高已是3米有余，比正常的人族成年人还要高得多，可无论怎么看，他在这远古种族之中都还是一个孩童。眼下这个孩童正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楚风三人，那个眼神不像巧合，更像是他能看到楚风他们。但这怎么可能呢？楚风三人可是在隐藏上面下了大功夫的。就在楚风怀疑是不是自己多虑了之际，那远古种族的小男孩竟抬起手指向了楚风。